更人中饰演的是许七安，许 Sir。Hello， 大家好，我是临安公主田曦薇。好，麦报老师。大家好，我是麦报小郎君大风打更人的作者。好，再次欢迎各位。然后相信观众朋友们在经过这几天的追剧之后，对于我们大凤世界也有了很多的了解，当然也有更多的好奇。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下大凤那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吧，也让观众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大凤打更人。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我们2位主演，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角色，你会怎么形容他？来，弟弟先来。行侠仗义，热血笨蛋，气运加深。那临安公主呢？临安公主，善良，古灵精怪，极其护短。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弟弟啊，你是什么时候来接触到这部剧的？就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要出演许七安这个角色呢？哦，好，接触到啊，那肯定是最早和我们的制片人见面，约了个饭，那个应该是2年前的夏天了，我记得还蛮早的了啊。其实就是和我们制片人一个简单的交流过后，其实就马上很快就认定了，就是说，开始这个合作，因为当时就真的非常喜欢，打更人，然后许七安的这个角色以及我们整个打更人的故事。啊，就属于一拍即合吧啊。好，那我们临安公主大家也觉得特别可爱，然后呢，想问一下临安公主，就是你除了觉得自己演这个角色之外，我们小田还有没有其他剧里面想挑战的角色呢？想到自己一会儿要说什么就想笑，就想笑。想演许七安啦，对，这个也跟弟弟说过，回头给你演2集。是，谢谢你。对，你看，就是都想演许七安。那我们问问我们原著作者麦报老师，你不会也想？没有，就是因为这都是你笔下的人物嘛。就说如果分别用1个词来形容你认为的许七安和临安公主，那他这个标签最大的标签你会贴什么？许七安的话侠士吧，然后临安公主的话就是麻雀，小麻雀。小麻雀，对，这个要叽叽喳喳经常啄人的小麻雀，就非常可爱，非常古灵精怪的。对，那我们再问一下弟弟啊，就是剧中的许七安有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瞬间，让你最触动深刻的是哪一个？然后还记得那一场戏的拍摄的过程吗？前后那个感觉？其实有很多，比如许七安的斩银罗、斗法像，包括最后的斩二公。就是这些都是很深刻的名场面，然后自己演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带入进去，当下的那个状态就非常和许七安共情，然后很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明白。那说我们来看许七安在大凤的世界里经历了非常多的挑战，就是你觉得他有哪些的成长阶段，然后他有遇到过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我觉得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他遇到的危机是在不断升级的。然后他所谓的就是他所就是想保护的对象也是在不断的变大的。其实一开始是出于保护家人、保护妹妹，然后跟一个就是高官子弟周丽，然后有了这个对弈，再到后来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子，为了保护这位女子，然后和自己的上级银罗大打出手，然后还一刀把她斩下，再到后来就是血图3000里这些为了为了百姓们这个民不公，为了这个伸张正义，所以就是许七安在面对这些危险和他所想保护的人也是在越来越升级，越来越庞大的吧。明白。那我们也问问小田，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本人和临安公主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因为关于临安公主，我们也看了很多大家对她的形容词啊、标签啊，比如说像炸毛猫咪啊、明艳富贵花呀、团宠担当啊，就这些词儿里有没有你觉得特别符合跟自己比较贴的地方？团宠，绝对团宠。团宠是吗？对，因为在这整个剧组，然后大家都对我挺照顾的，可能是因为我皇族的身份吧，都很照顾，对。可能因为你也有才。哈哈，是的。好，那我们说都知道许七安在大凤里拥有特别好的事业运，想说除了运气之外，其实许七安也有自己的职场的本领。
那我想问问弟弟，你觉得许七安的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该说不说啊，首先就是徐 Sir 的情商还是很在线的，对，就是和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的这个相处啊、办事啊都非常的顺畅，沟通也非常的融洽。当然，除了那个情商，我觉得其实许仙虽然平时看着不着调，然后有点调皮呀、有点这种，但其实真正有事儿的时候，他还是一个非常可靠、非常认真负责，然后也非常能把这些责任扛在肩膀上的一个这样的人。对。那所以你看，刚才临安公主说，是的，那就想问一下临安公主，说你是看中许仙的哪些工作能力的时候，才决定要把他招至麾下呢？他的工作能力很多啊，人才，简直就是一个人才。一开始其实是因为许仙把我认成了怀庆，然后再加上我临安呢又跟怀庆有一点点那么小仇小怨，然后就顺着这个误会就和许仙开始相处起来，然后慢慢被许仙身上的才气，而且也是麦豹说的那种侠义之气所感染到。所以就是你看，就是非常的赏识啊，各位领导都非常赏识许七安。那么我们想说，问一下弟弟，说这剧里面好几个领导都 pick 了你，那想问一下，如果说有老板的101，你的反选是谁？我觉得这个公主在旁边呢，但其实我觉得不冲突，就是想想哪些老板。就是这位老板，就到后面基本上可以就已经混成家人了啊，都已经是家人了。那不得不提的还是我魏公啊，就是魏公这一路的赏识和栽培，对许仙来说还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人物。对，他们俩之间的这种情感，我觉得也是就是非常的羡慕，就是像许仙有一个这么好的领导，这样亦师亦友的一个长辈，这么的就是教他，这么照顾他，对。所以你最后 pick 的是哪位？我拼个公主，毕竟公主在这儿呢。那是因为我在，我就知道谁在 pick 谁，我就知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向发个 offer 呢？在这儿等着呢。准备了，我看看简历。这个我们头次见下属要给领导发 offer 的。我谢谢你哦。倒反天罡。他就只是一个 offer。拿走吧。行吧，我先简收一下。好，后面看你表现了啊。好，小安子。好。倒反天罡。我们反向发完 offer， 来，我们回到了这个职场话题的创造者麦豹老师这里啊。就是你看，就是有这么多丰富的领导，然后还有这些的故事，然后就想问麦豹老师，许七安的这些领导们，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来源于你以前上班时候的一些经历？上班时有这么多领导，我就不写书了。为什么写进书里面？就是因为现实里得不到，没有好爹呀，也没有一个羚羊公主。那都在大凤里面实现。对，好，那就聊到这儿，就想说问问麦豹老师，就是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才决定了说要创作大凤打更人这个故事呢？当时其实写大凤之前，我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你也有转型的问题啊？有。哇哦！然后当时选择写仙侠，但是南屏的仙侠大多都是打怪升级，然后我本人其实不适合写那种，也不喜欢。然后后来就花了很长时间去找灵感，最后觉得我可以把仙侠跟探案融合，然后就有了大凤打更人。哇，就特别成功，大家包括我们都是书粉。然后呢，就也问一下麦豹老师和弟弟，就是在你们眼里啊，就是一个小说一个影视剧，这许七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弟先来。我先来啊。或者麦豹老师先来也行，让行听听小说里面他认为的许七安。大先来吧。我觉得目前为止，王鹤棣就是我要的许七安，他俩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是表面比较吊儿郎当，不太正经，有点逗逼，对吧？其实就性格很活泼，但他骨子里是那种正义热血。许七安我给他定义的是侠士，就他其实像长国公那一段，其实就是他在自己的前途跟心中坚持的侠义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就一诺千金重嘛，他最后还是放弃了自己的那些前程似锦，他选择遵